有粉丝告诉我，这一个国产 KO 的终极捷德出修复版了，出版都做了这么顶了，修复版还不得上天呀？今天就来看一下。首先包装方面，比起出版呢是阉割了无字的运输盒，但即便没有运输盒的保护，你也不该给我河水的这么严重呀！我最近1个月的快递基本上都是暴力运输，怎么回事？还好网友还有悉数的保护，完好不损。依旧国产 KO 没有说明书，悉数里面的内容物和出版以及腕带都是一样的。开局是红的，我们替换上蓝灯，再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有粉丝跟我说修复版得撤呀，因为它修复了腿部。我听完是懵逼的，因为出版就腿没有毛病，而有毛病的地方是头和大臂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两处是没有修的。我们就从上往下看一下吧。首先出版的一个问题就是窥视孔涂的太靠上了，这次没有解决也就算了。很明显，无论是眼睛还是额头呢，全都是给到的涂装，而并不是透明件。所以你想和出版一样用风油精擦掉窥视孔的话，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会把涂装呢一起给擦掉。所以你不会重涂的话，千万不要擦。然后有人说额头上的黄色呢是凹进去了，其实并不是，它这里呢是一个透明件分件，而这是这版是阉割掉了，所以说这里少一个分件，自然也是凹进去了。出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鼻子往下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合膜线，再版这次呢是没有这么明显了，但是嘴里面合膜线周围的细节呢是错位了。而修容是本来该有的另外一处透明件，这次呢也是阉割掉了，给了金属蓝的涂装，和眼睛还不一样。很明显这次是换了一个没做过奥特曼的代工厂，把所有的透明件呢都给你阉割掉了，但好处呢就是便宜了嘛。刚说就是圈后50多到手，而胸甲的话可以看到都是在凸起的细节上涂的银红还有金分色，大体看起来没啥问题，这里呢也就是主体上唯一一个没有问题的地方了。你看狐狸肩膀和腹部的红色呢是在灰色上面打底的，所以说发色很不一样，其他地方都是银色打底，而且腹部的还印歪了，太靠下了。而出版的最后一处问题呢就是右肩膀涂的没问题，而左肩膀是漏涂了银色，这次依旧是漏涂了，而且下面的银色呢涂的也不对。可以看到这两条刻线中间呢有一个直角，而 KO 是一个弧形直接过来的，所以你硬说它是修复版的话，大概就是它的右肩膀也漏涂了。这样只有肩膀对称就看不出来左肩膀是漏涂了，而且 KO 很细节，知道大臂这漏涂了，需要把这个狐狸肩膀呢也给漏涂掉。而胳膊的话上面有3个猫耳朵，左肩膀的涂的看起来有点混乱，右边倒是干净利索了不少，就是大臂的金色线条涂歪了，胯部上面的猫耳朵细节没有胳膊上那么清楚，所以哪怕它涂歪了也看不出来。所以腿部别说修复了，哪怕它和出版一样就是没毛病了。很明显这次修复版呢辜负了你们的期望，比如你看我侧面这里见银色漏涂了一块，而且大腿正面还有不少的蹭漆，胯部有2小块缺肉。右膝盖注意它的金色是没有涂歪的，和细节对上了，但是呢上下的分件之间呢是没有对齐的。脚部的4个侧面都是有一个猫耳朵的，我其中有一个面金色是溢出了，可能方面和出版一致的嘛，毕竟是脱模不用多赘述，但把玩手感确实是比出版的更为优秀，没啥大病。问题的话就是右腿的前踢会有嘎吱的声音，右脚踝和大腿根平转的话会比较松，不影响把玩倒是不用管它们，而且关节之间的缝隙呢可以说是非常小了，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，狐狸肩膀也是能够正常活动。配件方面一个红灯是金属粉的涂装，4对替换手型之前也是看过了嘛。最后就是它的武器，还是那句话，你永远可以相信 KO 的配件，哪怕主体再糟糕，配件也不会翻车。而且配件这次确实是修复了，可以看到没有那些坑洞了，就是涂装方面差了不少，可以看到蓝色不是金属蓝了，不再闪亮了，而且这些网格细节里面的涂装呢太敷衍了，可以看到是一摊一摊的直接点上去的，其余地方除了金圈里面拉丝了之外，无论涂装细节都是没啥问题的。最后修复的话补色就行了，头和胸灯可以考虑用 UV 大法来还原透明件效果，肩膀补色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效果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国产 KO 修复版终极捷德的情况了，该修的地方没有修，不该出问题的地方出了，当然好处也是有的，毕竟它的成本低了嘛，所以说价格呢也是低了很多。